YouTube 在最近推出一款新的功能，这个功能是决定你的频道是否能够在2021年快速成长的关键。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频道，我是 Grayson。今天和大家介绍 YouTube 最近推出一款新的功能，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如果你能够灵活运用这个功能，你能够提高你的影片的续看率，获得更多 YouTube 上榜推荐，最终加速你频道的成长速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我的频道主要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内容。如果你对这种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频道，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那么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内容。首先我来告诉大家如何找到这个新的功能。你可以来到你的 YouTube 工作室，随便找一部影片，然后查看它的数据分析。在概览选项底下，你就能够找到这个反映观众粘度的重要时刻图。之前传统的影片续看率图就是简单的告诉你的续看率比有多少，你的观众观看了多少时间，然后再展示给你一个曲线图。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花时间去分析观众在哪个时间点感兴趣，观众在哪个时间点离开了自己的影片，这就会导致很多人不想去看，不想去分析影片的续看率图，从而让之前犯的错误继续在未来的影片里面同样犯下去。但是现在大家可以轻松的利用影片的续看率图，因为 YouTube 已经帮我们把功课做好了，它会告诉你观众对你的影片反应如何，你应该停止做哪些事情，你应该继续做哪些事情。接下来我就详细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个反映观众粘度的重要时刻标题下，你可以看到1到4个按钮形状的标志，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形状查看更详细的信息。它们总共有4类：开场、连续观看的片段、高点和低点。这些信息都是基于观众对不同影片的反应所给出的信息，所以每部影片都会有不同组合的信息。YouTube 也对这4类信息做出了解释。开场是显示影片播放开头的30秒后，有多少比例的观众仍在观看内容。这个信息可协助你了解影片吸引观众的程度。连续观看的片段代表着影片播放期间内几乎没有人停止观看的片段。高点指的是观众重复观看或者跳至该处的片段。低点指的是观众跳过或者完全停止观看影片的片段。同时，当你把鼠标移动到右下角图标指南边上的问号标志时，它会解释更多关于续看率图标的现形，这样你就会更好的了解到影片哪些部分是观众感兴趣的，哪些部分是观众不感兴趣的。第一个图就是告诉你图表中的曲线如果呈现平躺状态，表示观众从头到尾看完该片段。第二个图就是告诉你图表中的曲线逐步下滑，表示观众对内容逐渐失去兴趣。整体而言， YouTube 影片的续看率通常会随着播放时间而逐渐降低。第三个图如果出现高点，表示较多的观众观看、重复观看或者分享该片段。第四个图就是告诉你如果出现低点，表示观众略过该片段或者在该时间点停止观看影片。不仅如此， YouTube 还告诉我们如何分析这些信息，了解观众喜欢的部分，并且如何通过这些信息来提高影片的质量。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场。开场的观看比例越高越好，因为这意味着前30秒内容符合观众对影片缩图和标题的期望。这就提醒我们不要使用 clickbait 形式的标题和缩图，即使你通过这种形式把观众吸引进来了，但是当他们观看了30秒之后，觉得这部影片不是他们想要的，就会离开这部影片，这就会严重影响你影片的续看率。反之，如果影片看的内容符合标题和缩图上说的那样，那么观众就会继续观看这部影片。再来就是内容能够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有兴趣继续观看下去。如果你在影片的一开头就说一些无关主题的话，那么就会让观众感到无聊，失去耐心，就会离开你的影片。所以这里就建议大家不要在影片的一开头说过多关于自己的内容或者无关主题的内容，一定要在影片的一开头就说出影片的主题内容，直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同时 YouTube 也给出了相关的提高建议，第一个就是考虑调整影片的缩图和标题，从而充分反映影片的内容。这就建议我们不要使用 clickbait 标题和缩图，影片是什么主题内容就直接说出真实的信息，不要过度夸大。第二个就是调整影片前30秒的内容，并尝试不同的风格，找到能够吸引观众继续观看影片的形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最近也改变了我影片的开场，我会在影片的一开头用1-2句话直接说出影片的主题内容，直接让观众知道他们会从这部影片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他们就可以决定是否要继续观看。第二个就是连续观看的片段，这代表着该部分的内容非常受到观众的喜爱。我们可以点击查看这个信息， YouTube 就会告诉你这一段的时间观众是从头看到尾的，没有跳过任何的信息。
这就会告诉 YouTube 观众对这部影片满意 ，YouTube 算法也会给更多的推荐量。YouTube 也给出了一些提高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连续观看的片段出现在影片的后段，请考虑将吸引观众内容移至影片的前段，因为观众人数通常会随着影片的播放时间而递减。这就告诉你，如果你的这一段连续观看的片段出现在了影片偏后的地方，你最好能够把这一部分移动到影片的前半部分，因为正常的规律是，随着影片越到后期，观众会越来越少。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段精彩的部分移动到影片的前半部分，那么你的影片的续看率也会提高很多。第二个就是以连续观看的片段为基础，通过扩充其中内容来建立新的创作，因为观众可能会更有兴趣深入了解这些片段所触及的主题。这就明显的告诉你，这一段影片是观众非常感兴趣的，那么是否能够把它扩展出来，做出一整部影片，甚至是一整个系列，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满足观众的需求。这也给大家一个话题的启发，从续看率图里面你也能够找到新的话题。第三个就是高点，高点是观众续看率中不规则的增幅，通常代表观众观看这个片段的时间比先前片段多。我们在续看率图里面经常有看到，本来是一个较平缓的曲线，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峰，这就证明着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观众观看了更多的时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信息比较重要，或者更加吸引观众注意力。但是在观众因为内容不清楚而必须重新观看某段片段时，也有可能会出现高点。YouTube 给出的建议就是审视这些高点，看自己的影片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产生了这些高点，从而进一步了解续看率增加的原因。第四个就是低点。低点是观众续看率中不规则的降幅，通常表示观众观看这个片段的时间比先前片段少。和高点相比，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观众观看的时间比前段少，有可能是因为观众选择跳过或者已经离开你的影片。YouTube 也同样建议审视这些低点，看看自己在影片里面到底说了什么，产生了这些低点，从而进一步了解续看率降低的原因。同时，我还发现另外一个很有效的功能，它能够让你知道为什么你频道里面有些影片表现好于其他影片。大家可以同样来到这个反映观众粘度的重要时刻图底下，找到展开，选择相对观众粘度。通过这个图，你就能够知道你的这部影片和 YouTube 上其他类似的影片相比较之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右边会显示高、平均值、低，这条蓝色的曲线就代表着我影片的续看率，中间的这条黑线就是 YouTube 续看率的平均值。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这部影片从一开始一直到5分35秒，续看率都是比 YouTube 平均值高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告诉 YouTube 观众喜欢看这部影片，观众满意看这部影片。YouTube 算法也会给更多的推荐量。YouTube 在不断的完善它的数据系统，来让我们更方便的了解我们影片的表现。毕竟，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和 YouTube 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的影片表现越好，就越能够让观众停留在这个平台上。所以 YouTube 会不断的想办法来帮助我们提高影片的质量，来吸引更多的观众。我认为这个新的功能非常的有用，能够让我们快速的知道观众对哪些部分感兴趣，对哪些部分不感兴趣，我们应该继续做哪些事情，停止做哪些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够充分了解观众的喜好，通过这些数据来提高影片的质量，来吸引更多的观众，提高影片的续看率，来加速我们频道的成长。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为我点个赞。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同时关注我的 IG， 那也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